对方想要干嘛，只要你舒服，他都可以接，对不对？基本上那一间其实蛮大的，因为我们是去那个无障碍。那你年纪最大接过多少岁60。你觉得60怎么样？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今天的来宾是一只鱼。Hello， 好久不见大家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一只鱼是个误入歧途的直男，他自己因为欠债，你欠了多少钱那时候？快要200吧，100多，快200万。然后呢，他就进来拍同志的片子，然后拍同志进入同志圈之后呢，他又开始最近在他的推特上面，你又做了什么事？你写你的广告，接按摩付费约。付费约跟按摩，自从这个服务之后呢，你大概服务了多少个同志，还有女生朋友们？算下来应该也有20-30个吧。才20-30个？我以为你刚刚讲很多的感觉。也没有，应该是说其实回头扫的比较多。是回头人数可能就20-30，但是他是蛮忙的，因为听他讲好像工作次数蛮多的。付费约的服务啊，对方想要干嘛，只要你舒服，他都可以接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啊。请问一下，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点来聊一下好了。地点哦，付费约的地点，我觉得最深刻应该是在公厕吧。公厕可以付费公厕，为什么？你们是开旅馆的钱都省下来了吗？就纯粹那个时候接就觉得，好像也蛮刺激的。是对方提说要约你去公厕哦。对啊，就是想要找刺激，我就想说，真的没人吗？会不会被发现？对啊，蛮危险的吧？后来你们去了哪一个公厕？新北市的某个公厕体育馆。新北市体育馆的公厕，可是公厕都小小间，这样真的可以服务得了吗？他们那一间其实蛮大的，因为我们是去那个无障碍。无障碍这样给那个有需要的朋友人使用，你们这样很恶劣。然后没有人敲门吗？我们那时候是凌晨。是凌晨。对。凌晨还好啦。对，大概1-2点的时候没什么人。可是晚上他们灯还是亮的哦。有些地方很暗，我们找到那间是蛮里面的，基本上不会有人经过。OK。对。所以可是过程中没有发出声音，然后别人会觉得你们在里面怪怪的吗？有啊，叫很大声啊。所以可以在那边就可以叫这么大声哦。不行啊，就是不要把它捂住啊，不然我会怕。听起来蛮刺激的耶。是真的有一点。你个人也觉得蛮刺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试过啊。可是我个人觉得你还玩得蛮开心的耶。我是觉得就是第一次嘛，经验嘛，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，就觉得。好，我觉得你之前拍片的时候，因为要跟男生嘛，就是你们可能事前可以准备啦，中间也可以剪片或干嘛的，所以就看起来就是蛮顺利的。对。可是你现在就跟人家就当场见面的话，你要怎么维持说你能好的状况能够把那个工作做完呢？就是要一直维持在那个刺激感啊！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性别问题了，就是纯粹就是觉得就是刺激，就是爽。你需要什么东西来帮助你吗？就是基本上如果是工作来说的话，其实都会吃液态，就是液态。液态的。对的，液态味。你通常不挑客人吧？不挑啊。所以在什么状况之下你会觉得不可以接这样的工作？谈话当中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基本上就是会这个就先卡掉了。就是对方如果太奇怪，你可能太复杂。对。那另外他们又跳出什么样的要求，你觉得没办法做？像有的人会邀约那种多人啊，或者是要用东西这样子。那真的太危险。对啊。那另外啊，因为你比较喜欢女生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的男客人啊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像女生的话，会比较让你比较高兴吗？如果说可爱可爱的，我觉得还蛮喜欢的耶。那穿女装的呢？穿女装也不错啊。你会更喜欢吗？还是只是好一点？可是他真的要整体要很像女生，就不能脸太男生，这样看起来很奇怪。你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你有客人是脸很像男生，然后穿女生的衣服吗？刚刚一直有告诉我说，他在接这个特别约的这个服务啊，他是通常不吹奏乐器的对。但是少数状况他会愿意做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说对方他就是一个女装样，可是反而我就觉得很特别，就是又跟男生不太一样那种感觉。我不会去形容反正就是你不会形容没关系，可是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比较好奇。就帮他吹奏乐器。对。你主动吗？还是他要求？没有，我主动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们想找医师服务的话，如果你能够穿女装的话，也许会得到特殊的服务。就要黑丝哦。还要穿黑丝袜。黑丝哦。你是有病。黑丝袜怎么一回事？黑丝很有魅力耶。真的还是假的？可以撕啊。那网袜呢？也可以啊，可以撕就好。所以你是喜欢那种撕的？付费约这么多年以来啊，你接过最年轻的客人大概多小？
好像都比我大哎，你比你大是几岁？大概都差不多30左右。30左右。对，所以你希望接到年纪比较小的吗？蛮希望的啊。我觉得啦，就是一般年纪稍微大一点、比较有钱，他可以付得起这么多钱来找你。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钱啊，好像有道理耶。对不对？那你年纪最大接过多少岁60。你觉得60怎么样？哎、你刚刚我们在蕊稿的时候，你60的时候不是这个表情哦。他刚刚在蕊稿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。我说年纪最大几岁？他说60。我说60有什么好笑的？老师也60了，60有什么好笑？就是觉得那个年纪很像，就是我爸的年纪啊。干嘛？反正你都是做生意，管他几岁。就内心还是会觉得，就是有种跟自己爸爸在做爱的那种感觉。好奇怪哦。那你有跟你爸做过？但还是没有啊。所以有什么好觉得奇怪？等一下，年纪大，你觉得60岁的男生啊，你觉得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哦？还蛮容易就进去的。好了，还蛮容易的。所以60岁的比较容易进去。哎，对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讲一下服务内容。好了，既然讲到这件事情了，你是只提供，还是你也做这个？这个没有。为什么这个没有？就不会想哎。哎，可是这个毕竟是个服务哎，不是跟想没有什么关系吧？钱也是照样赚啊。那你的客人会特别跟你说他希望你做怎么样的服务吗？会啊，就是会先讲好，就是什么可以，什么不行，再来决定要不要。那有客人要你做这个的吗？也有啊，但是那你就拒绝吗？我都拒绝了。如果他们出很多钱呢，2万块呢，你做不做？哎，是真的有人问过哎，可是我还是拒绝。你目前拒绝过最高是多少钱5万。好像有点后悔了，被你这么一说，应该要接一下的哈。我觉得应该问说他到底那个武器是长什么样子。如果还好的话，就忍一下就过啦。但如果把它弄坏掉的话，那可能不太值得。武器哦，有他有给我看过，我是觉得就是还蛮一般的啊。那就接一下嘛。哦，对不起啦。所以你现在告诉我说，当你做这个的时候，你是喜欢那个感觉的。但是每个男人都喜欢吧。OK， 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你愿意私下接他们，但是基本上你还是有一定的兴致，然后再配合这个他们的需求。对啊，基本上反正就是能接受就接受。你现在约了像这么多客人啊，回头率大概多少？没有5也有7耶。什么叫没有5也有7？什么意思？5成跟7成，因为我其实5成跟7成那很高哎。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会再回来找我的，好像就是蛮多的，都蛮多的，所以好像哦，那你做的很好，乖乖。回头来找你最多次大概约了几次？1个礼拜4次，然后他连续约了几个礼拜？快1个月。对，你光从他身上就赚超过我们的薪水了耶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想说他需求好大，什么一直找我都觉得我好累哦。可是你基本上还蛮喜欢，就是蛮愿意服务他的啦。因为有接触过，会觉得就是跟这个人比较熟悉，所以就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压力。那如果想约你说烛光晚餐这种，你有约过吗？有啊，也有啊，就是吃饭啊，或者是聊天啊，聊天的，看电影的也有。对，看电影，花钱跟你去看电影，对，看电影、唱歌都有。你的生活真的蛮多彩多姿的。你个人比较喜欢接哪一种的特别的约的？你说我吗？我觉得当然还是轻松的，当然越喜欢啊。就逛公园啊，对啊，就是逛街啊，就是一般的，就是可能像那种日租男友这样子啊，就是吃饭看电影啊这样子。我觉得直男赚同志的钱真的赚蛮多的，也不能这样说啦。就像你有在这几年间感受到我们同志圈的温暖吗？我觉得其实都还不错哎，就我觉得不输女生的关心跟体贴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对，就甚至觉得好像，真的他们或许也很适合可以当朋友，就是甚至可以是走下去的对象吗？你有考虑跟同志走下去？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，因为我觉得相处真的是走一个舒服。其实性别好像就不那么重要了耶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正式宣布，一之语已经被搬弯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听起来一之语好像慢慢快要被搬弯了。他从一开始进来觉得怪怪，没有办法接受，到现在竟然已经可以跟同志朋友们长久交往。好了，各位想要去 follow 他呢，更认识他的话，我把他 IG 留在下面，好不好？去悄悄看他，可以，跟他约看，对不对？希望各位在他的身上找到你们需要的东西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内容，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每个礼拜都有直播，会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，按小铃铛鼓励我一下。现在老师要跟医师玩个游戏喽，秀秀大鸡鸡，秀秀大鸡鸡。
秀秀大鸡鸡，这个没有要给大家看什么不该看的地方，只是看它的刺青还有它的肌肉，好不好？上次他来的时候呢，有这边的刺青了。所以我们认为它是8+9，可是今天配上这个发型呢，还有一点书卷气呢。然后他昨天干脆刺了这里，你看这还没有完成来，还亮亮的。导演带一下，还亮亮，然后跟这边还是打稿而已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背肌，我觉得他背肌看起来不错。我们看一下背肌，你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吗？你看还不错哈。然后看一下胸肌，没有胸肌，看一下不存在的胸肌，没有胸肌，有啦，这边还不错啦，有硬硬的啊。你看这边有一个漂亮的牡丹花，然后这边我不知道是牡丹肉。等一下，那你再回来一下，你逃去哪里了？然后这边是绣的，要绣什么东西？这里菊花，菊花，你这个不速贵。你在背后有什么？有锦鲤鱼啦，还有一些枫叶啊什么的。好，希望各位喜欢这样的8+9直男哦，希望以后多找点这样来节目。同志的朋友们都在自己点，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在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馆长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直男在同志圈真的很值钱呢。你没有约女生去那边呢，你也不敢。我也不敢。OK， 所以跟男生还比较大胆。没有，主要是有钱赚嘛。可人家约你干嘛？你真的都做得下去吗？只要不要太夸张，基本上都可以了。什么叫我们比较松？我们没有比较松啊！我的皮有比较松吗？那她就是女的，对，她是女的，不能说她是男的。所以你也经过这个啊，可是你就是不喜欢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。